谁先动了情？舞台上突如其来的拥抱让白鹿愣住15秒，真相超出所有人预料。灯光亮起的那一秒，空气仿佛停止了流动。12月，当舞台的第一束光精准落在中央时，所有嘈杂声像被拂去一般，现场顿时变得安静的不可思议。白鹿率先出现，她并不是那种靠浓烈气场压住全场的人，但她那种干净、舒服、越看越顺眼的气质，总能让人不由自主把注意力放到她身上。她站在那里，背挺得直却不僵硬，眼神温柔却不软弱。就在所有人试图适应舞台氛围时，另一边，一股沉稳的气息渐渐靠近，曾舜晞亮相。他的步伐不急不缓，但每一步都像踩在观众心上，稳得让人想鼓掌。没有夸张的动作，没有故意摆拍的姿态，仅仅是出现，就引来一阵压不住的尖叫。那是粉丝等待已久的铜矿时刻终于被点亮的感觉。当两人隔着灯光相视，空气里仿佛多了一层肉眼看不见的张力。手牵手那一瞬，没有剧本，却胜过所有剧本。唯一的前奏流动开来，像是慢慢渗进空气的柔光。按一般舞台逻辑，他们应该保持固定距离，根据排练好的走位演出，但偏偏就在这时，白鹿轻轻侧头，而曾舜晞顺势上前一步。下一秒，全场屏住呼吸。他伸手主动牵住了他的手，不是为了效果的牵，不是流程需要的牵，更不是那种敷衍式象征性的搭一下，而是一个自然、真实，甚至带着点冲动意味的动作。白鹿愣了半秒，仿佛没预料到，却又很快露出放松的笑意。那笑意像轻轻划开的水波，告诉所有人，他愿意相信他。观众席瞬间爆炸，两人的嗓音融合时，现场像被施了静止术。白鹿的嗓音干净、透亮，带淡少女感，却稳得令人惊讶。曾舜晞的声线更低沉，像是天生为他存在的和声。他们的声音并不是互相抢风头，而是紧紧扣在一起，像拼图一样严丝合缝。尤其当白鹿唱到高潮段，她稳如录音室般的气息控制，让不少观众震惊到瞪大眼。她怎么能唱得这么稳？完全是歌手级别的现场。站在一旁的曾舜晞不止一次在剧尾看向他，那眼神太真实了，是欣赏，是惊喜，是被搭档实力镇住的情绪。没有夸张的反应，但每一个细节都藏不住他真的很强的认同。一个眼神就能同步，这种默契不是装出来的。从台下看过去，最明显的就是他们不是在完成舞台，而是在共享情绪。白鹿偶尔抬眼，只要眼神一动，曾舜晞几乎能在同一时间接住。而当曾舜晞某句话落尾时，白鹿会自然点头回应。这是默契，是长期合作之后才能达到的那种根本不用说话的默契。尖叫声不断重复，不断加码，像潮水一样席卷整座场馆。高潮前的那几秒，空气都绷紧了。歌曲进入尾声20秒时，两人微微向对方靠近，灯光从冷色转成温暖的金色。明明舞台很大，但那一刻观众的注意力只落在两人之间那条看不见的情绪线。有人举着手机喊，太配了。有人兴奋到发抖，我顶不住了。然而，最炸裂的瞬间还没到。那突如其来的拥抱，让全场尖叫到失声。当最后一句唱落下，音乐余音未散时，曾舜晞突然卸下麦架。下一秒，他伸手直接抱住了白鹿。不是礼貌式的轻碰，不是节目规定的拥抱，而是一个结结实实，带着力量，持续整整14到15秒的紧抱。那一刻，全场像被雷击，尖叫声震的空气都在颤动，手机镜头疯狂抖动，现场的粉丝根本不可能冷静。而舞台中央的白鹿愣住了，完全愣住了。那愣不是拒绝，而像是情绪被突然击中，还没来得及反应。白鹿的反应让人读到一种真实感，他的手犹豫着抬起，又缓缓落下，像在思考是否应该回报。显然，他没有预料到这个举动。几秒之后，他还是抬手，轻轻拍了拍他的背。不是浪漫式的回报，
不是刻意营造氛围的动作，而是一种温柔、自然、朋友之间真正会出现的安抚动作。真实的不能再真实，也正因为这种真实，才更打动人。当曾舜晞松开他后，他退开半步，但明显还没从那股情绪中抽离。他的眼神仍旧沉在一个舞台情绪被击中的状态里。白鹿轻轻呼口气，嘴角却压不住地往上弯。那不是礼貌笑，不是社交微笑，而是一种发自内心、藏不住的快乐。观众能从他们的细节动作中清楚感受到，那一刻他们是真实被对方触动了。因为它不是安排好的流程，不是剧本桥段，不是为了效果的秀场动作，它是两个长期合作、彼此熟悉的人，在同一段音乐与情绪的包围下，做出的最自然、最不经思考的反应。观众喜欢的不是炒作，而是这种毫无预警、毫无修饰、毫无包装的真实情绪。这15秒像是把两人多年的默契浓缩成了一个可以反复回味的画面。长期合作的经历曾让他们成为备受喜爱的荧幕搭档。在那段日子，他们一起宣传，一起拍照，一起讨论角色，熟悉感一点点累积。粉丝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，他们在一起时真的很自然。因此，当他们在今晚同台，画面并没有陌生感，反而像是一种顺其自然的延续。他们的相处不像同事，更像能放心把被交给对方的伙伴，因为他们都是真实的人。白鹿的情绪写在脸上，不虚伪，不做作。曾舜晞沉稳、细心，从不刻意夸张表现情绪。当这样两个人站在一起时，真诚就自动发光。舞台呈现出的效果是浪漫但不尴尬，亲密却不过度，自然到让人无法移开视线。这是很多艺人努力都做不出的。虽然当晚大咖云集，但无论在哪个平台、哪一个社群，讨论度最高的依旧是他们的舞台合作。CP 粉疯剪视频，路人惊讶转发，话题不断冲榜，评论里都是清一色的感叹。我不磕，但这舞台太真了，那拥抱太突然，太有情绪了。第一次觉得舞台也能呈现真实的情感波动。热度没有下降的趋势，反而越翻越高，因为它不会再发生第二次。不由脚本控制，没有排练痕迹，没有被设计的情绪走向，而是一种机缘巧合下，两人被同一份情绪击中后产生的最本能反应。越自然，越珍贵，越没有预告，越让人难忘。这段舞台将被反复回放，反复讨论，反复记录。它不是经典，因为它没有被定义，却成为经典，因为它无法复制。如果你能耐心读到这里，真的非常感谢你愿意花时间感受这段舞台背后的故事。每一次舞台上闪光的瞬间，都凝结着他们的努力、情绪与勇气。如果你也被那15秒的拥抱击中过，或是有什么想法想倾诉，有什么情绪想分享，欢迎你在评论区留下属于你的声音。你的每一次留言，每一个支持，都是我继续讲述这些故事的最大动力。谢谢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